今天啊，我们继续来聊一下新疆的防疫情况。半个月前的9月26号，我们做过一期新疆的防疫的节目。那个时候，乌鲁木齐有一个社区叫王家梁，这里的老百姓啊集体起来跟社区的领导理论，要求解封。社区的领导一看闹大了，赶到现场跟老百姓沟通之后，宣布当天开始解封。当时王家梁社区的老百姓啊，其实争取的不是额外的权利，只是一项普通的权利。他是想要争取跟内地其他城市老百姓在防疫同一个政策下面的同等权利。我其实在那期节目里头讲到过，新疆的防疫措施跟内地的防疫措施其实不一样。他们那边呢是普通的社区，什么这个没有风险的社区也一起封就比如说，我就在咱们现在做节目的这会儿，有人跟我讲，新疆的叶城县，从40多天前开始封锁到现在，没有一例新增加的，但是一直就封着。这种现象其实在内地是不太可想象的，但是在新疆就这么做。所以王家梁社区的老百姓争取的就是说，作为一个低风险社区，你给我解封。如果我有人这个新增病例了，你给我这个增加，这个有道理。但是我没有人了，你凭什么继续封着我，不让我出去，是吧？所以后来的社区的领导呢就宣布让这个老百姓可以解封了。从9月26号开始，乌鲁木齐市有一些社区陆陆续续开始解封了，所以当时很多新疆人呢透了一口气儿，松了一口气儿，以为新疆的防疫措施会慢慢的内地化，也跟内地的城市一样，可以享受同等的待遇。也就是说，你如果要是低风险的话，也可以不用再继续封锁了。但没想到这个想得太乐观了。10月1号开始，乌鲁木齐市又进入到了全市开始静默。然后10月4号这一天，乌鲁木齐市宣布整个新疆通往自治区外面的所有的铁路全部停运，所有的公路和包车全部停运，只保留了几个航班。这个航班呢，每天呢上座率还不能超过75%。大家想象一下整个新疆有这么大的面积，这么多的人口，那几个航班跟外界的联系就等同于整个新疆跟外面的交通基本中断了。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10月4号这一天的火车的停运是临时通知的，但是很多人其实是拿着火车票准备逃离新疆的。我说的这个逃离大家不要觉得开玩笑，因为新疆从8月10号到现在其实已经封锁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了，很多人出不了门，工作不了，每天还得自己花钱去吃穿，是吧？所以很多人都千方百计的想要离开新疆。说句实在的话，从新疆的乌鲁木齐的市区，你能进入到新疆的火车站，其实已经冲破了重重险阻了。但是没想到，就在最后一关的时候，这些人被通知你们走不了了，只能留在乌鲁木齐。这些人呢，据当地政府统计，一共有86个人。这86个人中间有到新疆旅游的，有到新疆打工的，有到新疆治病的，有到新疆探亲访友的。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新疆其实都没有自己的固定住所，所以它就是一个麻烦。麻烦在哪儿呢？这86个人想要回到他们来火车站之前的那个地方，已经回不去了。比如说你住在酒店，你再回酒店，酒店不会让你住了；你再回亲朋好友的社区，社区不会让你进的。如果你是打工的宿舍，你想回去，其实你也回不去。所以这些人等于无家可归了。乌鲁木齐市就在乌鲁木齐火车站的地下广场划了一个2000平方米的区域，把他们安置到这儿了。说是安置，其实就是你不能出去，因为这些人享受不到隔离待遇，因为你本身又不是说什么密接人员政府可以给你安排，因为隔离的话，政府得给你住，给你吃，对不对？但这些人呢，并不符合隔离的政策，但是又无家可归，怎么办呢？乌鲁木齐市就让他们在这个地下广场待着。但是你想想，这个地下广场条件非常恶劣，它又不是酒店，平时那个地方有几个餐馆，疫情期间也不怎么经营了，晚上的时候就只能在那按摩椅里头靠着睡一觉。但你想想，连个被褥都没有，就在按摩椅里头躺着靠一下。现在乌鲁木齐夜间的温度已经很低了，这么关下去，搞不好这几天就得出人命。所以呢，这乌鲁木齐市政府一想这些人怎么办呢？干脆吧，让他们工作吧。于是就说，要这些人中间，如果要是有会厨师的，什么泥瓦匠的，什么这个装修工的优先给安排工作，体现了政府对这些人的关怀嘛。
结果没想到这样的公报一出来之后，舆论就炸了。为什么？大家都说了，这不就是炒股炒成了股东吗？旅游变成了打工吗？是吧？打工变成了支边吗？有人就说，就是可以工作，是吧？就是不许回家，是吧？你想想，本来我是到新疆旅游的，你却让我弹棉花，是吧？大家不要觉得这是夸张啊！前一段时间网上就流传了这么一个那个故事啊，我看到那个微信公众号写的文章，就有一个人到新疆去旅游，结果没想到就被隔离到新疆了。后来怎么办了呢？走不了了，当地政府就介绍他去摘葡萄，每天日结一天120块钱，就摘葡萄。然后呢，早餐是一个哈密瓜加上一点面条，他还在这弄呢，一直干了1个月，然后才离开新疆。所以这不是夸张啊！所以人家新疆政府人家有先例这么做，所以对这些人进行安排工作，还相当于其实是关怀呢。其他人也说了，这其实是变相的什么呢？就是不想出隔离的钱，既想把人隔离了，还想让这些人自己来出钱。这就相当于让你关到监狱里面去，还要让你自己付监狱里的住宿费和食宿费，因为你要么你让人离开新疆了，对不对？你不让人离开新疆，你还不负担人家在新疆的住和吃吗？这成何体统啊？这不现在相当于让你住监狱，然后还让你自己掏钱，掏旅馆的钱吗？然后你还得自谋出路嘛，自谋生路嘛，不是出路啊，是吧？再说的严重一点，就相当于把一个人枪毙了之后，还要让你自己交子弹费，这不是一个道理吗？就是这么回事。要说新疆这一轮的这个疫情啊，从8月10号开始到现在，整个过程也特别诡异。诡异在哪儿呢？就是新疆采取了全国范围内啊，应该说是防控措施最严格的风控手段，基本上不分什么低风险、高风险，就通通静默，而且走廊用那个胶带缠上，然后进房间都是用吊篮吊起来。在全国，你在其他地方你很难找到新疆这么严格的防控措施。但是就这么严的防控措施，新疆的这个疫情并没有好转。我就说为什么我们在家里每天躺到了3天、3、4天，它的这个疫情链这个传播链还断不了，我说着话就掉了，我激动了。然后还有啊，就是这个领导，是不是我们伊犁领导不敢把这样情况往上报？伊犁有一个市民就问这个防疫的人员说，他说静默了将近2个月了，那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个新增病例啊？按道理来讲，这病毒大家都知道潜伏期也就1个礼拜。那为什么按道理来讲，你静默1个星期之后，该出来就都出来了？那你静默1个月之后，还有不断的新增病例出现，你怎么解释啊？就这种情况下，其实大概有2种可能。一种可能，很多人给我发私信就讲啊，他说王局啊，其实现在新疆各地的政府啊，其实防控的水平很低，不专业，就导致啊，其实平时有大量的这个感染的人员。但是呢，他们瞒报，没有向上级政府啊准确的报告疫情情况，所以就导致了其实一方面在非常严格的这种静默，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这疫情也没有被压下去。也就是说，新疆的老百姓付出的代价并没有获得回报，这是第一点。第二种可能性呢，就是其实现在所谓的这些疫情的数字啊都是假的。现在啊，从9月下旬开始，新疆的数字开始逐渐慢慢上升。到10月3号开始陡峭上升，到10月4号的时候，一天都有差不多有上百了，所以新疆开始搞这个交通断绝嘛。但是你想一想，那么为什么新疆搞这么严格的措施，它其实跟这个感染数字形成一种反向偏差呢？跟全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数字都不一样呢？那么恶意的揣测一下，就是这20大要到了，20大要到了之前，各地都不能出事儿，但是新疆尤其不能出事儿，因为新疆是个民族地区，是个敏感地区。新疆一旦出事儿，这领导干部的乌纱帽不保啊。所以这些新疆的领导干部就想了，既然如此，那我还不如把防控措施提级。但是防控措施提级的话，需要理由，对不对？那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呢就是新增感染数增加嘛。你看看新疆最近的新增感染数，全是无症状感染者。也就是说，连个症状都没有，那还不是随着他们说吗？他们想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反正其实这些人也不住院，也不看病，只是你给他标记一个阳性，不就完事儿了吗？
所以啊，这是另外一种猜测。那到底哪一种合理呢？到底哪一种是真的呢？我们不清楚。但是现实的结果就是，新疆从8月1号到现在，其实整个新疆差不多已经封了2个多月的时间了，而且再往前看，也完全没有解封的希望。老百姓的日子实在是太难过了。然后各地呢此起彼伏的人道灾难呢也接连发生。比如说前2天库尔勒的玫瑰园小区里面有一个孩子，6个月大的孩子，他的父母姓张，也是个汉族人啊，他的父母姓张。然后呢，在10月6号这一天，这孩子啊就发烧了。按说发烧嘛，现在也不是什么大病，是吧？到医院去看，开点药啊，开点退烧药啊，基本也就过去了。结果呢，医院不收，打电话，医院的医生啊在电话里跟他们问诊，就给了点药，还是家里有点药吧，就指导他吃药。这孩子过了1天，到10月7号的时候，就病情就严重了，就开始出现这种抽搐、惊厥，这父母就慌了，是吧？又打电话，医院还是不收，社区不让出门，这当妈的就不干了，最后就强行开车把孩子啊从家里带出去了，就送到了当地的医院。到了医院门口进不去，你虽然从那小区里能出去，但是医院说实在的，没有人家有关部门的批准，你是进不去的。这一对夫妻就在医院的门口啊，给这个市长热线打电话，给自治区防控指挥部打电话，甚至给110打电话，从9点20一直打到中午，好不容易医院把孩子给接进去了。接进去之后，医院里头看着他这个一家几口也如临大敌，给这孩子打一个镇静针，放到那个房间里就不管了。这母子俩看着这个孩子啊，就在这个地方一直在发烧啊、生病啊，过了2-3个小时没人管，最后就到那医院里去砸门，说孩子越来越严重。最后呢，医生出来给孩子做了 CT， 做了血液检查，最后发现电解质都紊乱了，一直熬到了下午3点多钟，最后呢，把这个孩子送到了另外一家医院转院过去了。转院过去，在新的医院里头只待了不到2个小时，孩子抢救无效就走了。6个月的时间，这个6个月大的孩子，悲剧吧，是吧？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其实整个互联网关于这件的新闻消失得干干净净。有一个玫瑰园社区的这个女的，她在网上发了这个信息之后，马上派出所的电话就打了过来。那个抖音上发了一个那个玫瑰庄园那个什么6个月大的孩子这个事儿。啊。你这通过什么渠道知道的？那个不是真的吗？我们小区的。你们小区的？对啊，我就是玫瑰庄园的。这个事儿现在还在调查呢，还没有得到结论之前，这个抖音啊，还有微信啊，这就不要乱传了，好吧？为啥呀？他们那个卫健委正在调查呢。那人不是本来就死了吗？你死了是不是对不对？你不能乱传呀，这个东西。为啥不乱传？现在天天把我们关在家里面，关了2个月了，你说有多少人死了？饭也吃不上，谁管我们？你问题把你放出来，你街面上也没有人呀，对不对？那就全部关着吗？家里生病了连药都买不上，就因为在家里面关着吗？我看疫情没死，新冠没有死人，疫情搞死了多少人呢？现在扩了，搞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至少我知道这好几个了。这个东西还在调查啊，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对不对？那你们调查呢？所以你就不能乱发，明白吧？我也没发啥呀，我就发了个玫瑰庄园6个月大的孩子呀，我这就叫传谣了吗？你在这个玫瑰庄园几号入住？你知道我的名字，你肯定知道我在几号入住呀，你调查就行了呀。我就在给你调查呀，我不是问你的吗？那你那边有呀，我住几号楼，对不对？对呀，我问你在几号楼呀？你自己调查就行了，你要登记的有信息啊，你为啥都要问我嘞？我调查不问你，我问谁啊？你发的东西啊？你那你有信息啊，你为啥要问我嘞？你现在还调查我的地方，我在4号楼601，你来嘛。这就是现实。还有另外一起，就是在烟岐县，是一个回民自治县。这一家3口啊，这一家4口啊，其实更悲惨。10月6号的时候，这家的一个姑娘呢，这女儿呢，就是有点发烧，于是呢就被强制送到了方舱医院。这方舱医院里头啊，一家几口还分开的，就当爹的是一个方舱医院，这当妈的跟2个孩子安排在一个方舱医院。这当妈的被安排这个方舱医院条件特别差，一个房间里连被褥都没有。然后呢，一家3口晚上就挤在一张单人床上就睡了1夜。第2天的时候，这当妈的就发烧了。这母亲呢有糖尿病，就身体不是特别好，
发烧之后身体状况就很差，不让去医院。方舱医院的人说，就只能给你开点治拉肚子的药。就在这方舱医院熬了1天之后，到了10月8号，这母亲的病情就严重了，就开始出现昏厥。然后呢，你想你家里人非常着急啊，一直拖到了10月8号的中午，才有这个救护车把这个女的给接走了。而丈夫当时就要求跟他妻子一起去陪着啊。你想想，妻子都昏过去了，是不是？但是不让陪，必须他只能带到方舱医院里单独把他拉走。拉走之后，这丈夫就不停地给自己妻子打电话，结果呢打不通。事后知道，这个他的妻子啊，其实也并没有进医院。拉到医院之后，医院也不接收。这个他的妻子就在医院的广场的椅子上昏过去，昏厥了5个小时。一直到当天晚上，他的妻子才被转院到了另外一家医院。第二天上午10点，医院打电话通知啊，就是她的丈夫要去让她去医院。到了医院一看，他自己的妻子啊，其实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医院说啊，半个小时之前去世的，但他摸了一下自己妻子的身体，其实已经冰冰凉了。他认为他妻子肯定不是半个小时之前去世的。短短几天，新疆里头发生了这么多人道灾难，这就是今天新疆的社会现实。很多老百姓啊求告无门，他们想把这些消息发到网上，网上都会被删除。现在在抖音里面，新疆的那些政府部门的那些号底下都不让评论了。就算我刚才说的那个玫瑰园那个事件，新疆的老百姓可能都知道，但是在网上发不出声音。我在抖音上看到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说，他这个视频里头啊，只有库尔勒玫瑰园社区几个字，然后就是音乐，其他什么都没说。因为他只要说任何信息，他的这个视频就会被删掉。但是对于新疆人来说，看到这个视频，他们就知道这个视频的博主讲的其实是库尔勒玫瑰园社区里头刚刚发生的那场悲剧。他们只能用这种沉默的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抗议。新疆的老百姓实在是太惨了。我不知道新疆有没有什么集中营啊？我想说的是，现在的新疆其实就是一座监狱，毫不夸张地说，就是一座监狱。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文章，有一个人讲到逃离新疆的过程。他很幸运，他是在10月4号之前的某一天逃离了新疆，但是他的逃离过程惊险无比，因为他当时啊买到了一张从新疆离开的火车票，他为了保险起见，他提前24个小时到了火车站，但是没想到到了火车站人不让他进，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新疆规定，你进火车站必须拿48小时2次核酸，每次的还必须间隔超过24小时。他说我有啊，但是人工作人员说，他说你看看你这个核酸报告到火车开车的时候就失效了。他说我又做了一次，那次结果还没出来。他说那你结果没出来，你不能进火车站。于是他就只能在火车站外面溜达。但你想想晚上很冷怎么办呢？这时就有2个人说可以给他带到酒店去住。去了酒店的时候才发现根本住不了。后来跟酒店的前台聊天，那个人也是个北京人，就聊起来了。那个人说这些人都是骗人的，说卖床位，其实不可能让你住的。他就在酒店的那个沙发上靠了几个小时，因为跟这个前台关系比较好了，最后就在餐厅里头那个椅子上睡了几个小时。第2天的时候，他的最后一次核酸的结果还没出来，他就不停地给这个核酸检测中心打电话，不停地给当地的防疫部门打电话。他说打了几10个电话，但是还是没有用。他怕这个结果不出来之后，出不来之后，他上不了火车站，进不了火车站。最后有一个人给他打电话，他说你别等了，因为天山区的这个核酸检测可能排到1个星期之后，你都不一定出结果。乌鲁木齐市有一个地方可以做紧急采样，你赶紧去那里。你到那里的话，马上采样。他马上打车去了20公里远的地方，到了那个地方做了采样，然后他就临时决定买飞机票，不坐火车了，他就去了机场。到了机场非常幸运，买了最后一张机票，从新疆离开了新疆，到了武汉。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在武汉，他当时就说武汉市这次一开始啊，
疫情最开始发生的城市。但是武汉的现在其实也有零星的病例，但是完全没有新疆的那样一种状态。比如说没有48小时的核酸进不了火车站呐，常态化的核酸检测啊，所以他感觉武汉跟新疆相比就恍如两个世界。所以逃离新疆嘛。所以我在说啊，新疆的今天说白了就是一个监狱，就是一座大的监狱。所以啊，其实我在这里想说，那些如果不是在新疆有固定居所的人，你现在只要有办法，都应该千方百计的逃离新疆，千万不要在那个地方继续停留了。如果你家在新疆，如果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其实也蛮危险的。所以说，如果待会儿有什么办法的话，能够离开新疆到内地去居住，至少在中国的范围内，你也会相对会改善。当然，如果你哪也都去不了，就只能在那儿承受。我能做的就是帮各位记录下来你们的苦难。有人可能会有一种猜测啊，说20大之后啊，这一切会不会放松？我个人觉得不太可能。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措施的政策依据是清零。你想一想，可能28之后清零政策就取消吗？那不就会让人感觉你这个所谓的清零政策是为了20大召开吗？所以这个清零政策按我的判断会一直坚持下去，至少会坚持到明年春天之后。所以啊，这漫长的苦日子还长着呢。